话说，诸葛亮平定南中后，大军终于要班师回朝了。这一路上，将士们虽然有点疲惫，但心里都很开心，因为南方的战事终于平息，大家都能回家了。赵云，军师妙计，南中已定，我等也可安心返乡了。魏延，这七擒孟获可真是传奇啊，以后有的说了。大军来到泸水边，却发现这条河水势汹涌，看起来就让人心生畏惧。而且听说这里的瘴气很重，许多人生病，让将士们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。士兵甲，这泸水怎么感觉阴森森的，和别的河不一样啊？士兵乙，听说这里瘴气很毒，我们该怎么过河呢？没想到大军还没过河，就开始有人生病了。先是1个、2个，接着是越来越多的人发高烧，全身无力。军营里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很担心，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瘟疫是怎么回事。江陵，军师，好多兄弟都病倒了，个个高烧不退，看来情况不妙啊。衣冠，这病来得蹊跷，药石罔效，恐怕是瘴气作祟。诸葛亮看到将士们病倒一片，心里非常焦急。他亲自去探望病人，详细询问病情，脸上满是忧虑。这平定南中不容易，可不能让将士们在回家的路上倒下啊。诸葛亮，将士们辛苦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一定要撑住啊！士兵丙，丞相，小的全身发热，四肢无力，怕是挨不过去了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孟获来了。他向诸葛亮解释，这泸水有河神，以前因为蛮王作乱，冤魂太多，所以必须用人头祭祀，河神才会息怒，瘟疫才会停止。孟获，丞相，这泸水有个传说，以前这里冤魂不散，所以必须用人头祭祀。孟获，只有这样，河神才能息怒，瘴气瘟疫才会消散。孟获接着说，以前南蛮的首领们都这么做，每次祭祀完，果然瘴气就会散去，河水也恢复平静。他建议诸葛亮也循例而行，希望能拯救将士们。孟获，往年蛮王都是如此，每次祭祀后，瘟疫就会停止。孟获，为了将士们的安危，丞相不妨试试这古老的办法。诸葛亮听了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建议，坚决地说：“我大汉丞相岂能行此残忍之事？用无辜之人祭祀，天理不容。”诸葛亮，不行，我身为汉臣，绝不能用活人祭祀，这是违背天理人伦的。诸葛亮，就算天神降罪，我诸葛亮也绝不会行此伤天害理之事。诸葛亮苦思冥想，既要安抚河神，又要保全性命。突然，他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个好办法。他命令手下用面粉揉成团，里面包上肉馅，再做成人头的样子。诸葛亮，有了，我们用面粉和肉馅做成人头的样子，用它来祭祀。诸葛亮，这样既能表达敬意，又不伤生灵，两全其美。于是军营里热闹起来，伙夫们忙着揉面、包馅、蒸煮，一个个白胖胖、圆滚滚的人头就这样出炉了。大家看到这些用面粉做的人头，都觉得既新奇又有点滑稽。伙夫甲，哇，这面团还真像个人头呢，丞相真有办法。伙夫乙，这可是咱们丞相发明的馒头啊，
以后可以叫他馒头。祭祀的日子到了，诸葛亮亲自主持，在卤水岸边搭起祭坛，摆上用面粉做成的馒头，还准备了许多瓜果酒水。他身穿素服，表情庄重，向着汹涌的河水诚心祭拜。诸葛亮，河神在上，今日诸葛亮以诚心相祭，望你保佑将士平安。众将士，愿丞相心愿得偿，我等早日返乡。诸葛亮焚香祭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向河神诉说汉军的来意，是为了平定祸乱，并非为了侵扰生灵。他恳请河神息怒，让瘴气消散，让将士们能顺利渡河。诸葛亮，卤水之神啊，汉军奉天子之命，平定南中，并无害人之意。诸葛亮，望神明慈悲，收回瘴气，使将士平安渡河，百姓安康。奇迹发生了，随着诸葛亮的祭拜，只见天空的乌云渐渐散去，一股清风吹来，把笼罩在卤水上的瘴气吹得一干二净。原本病倒的将士们也神奇地感觉身体恢复了许多。江陵，丞相神威，瘴气真的散了，河水也清澈起来。士兵丁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身体也没那么热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南中的百姓们看到诸葛亮如此仁慈，又见瘟疫消散，纷纷感动不已。他们在卤水边为诸葛亮立碑纪念，感激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滥杀无辜，而是用智慧和仁德平定了南方。百姓甲，丞相真是活菩萨，不杀生也能平息灾祸。百姓乙，我们再也不会反抗了，愿丞相万寿无疆。诸葛亮在离开南中前，还特地提拔了一些当地的贤能人士，让他们担任官职，管理南中的事务。这样一来，南方的长治久安就有了保障，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。诸葛亮，你们要好好治理，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，切莫再起刀兵。新官员，我等定不负丞相所托，并会尽心尽力。终于，大军平安回到了蜀汉的都城成都，城门口挤满了迎接的百姓，大家欢呼雀跃，庆祝丞相平定南中的丰功伟绩。整个成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百姓禀：丞相万岁，蜀汉万岁，南中已平，天下太平了。刘禅：诸葛丞相辛苦了，朕与百姓都盼望您许久了。回到朝廷，诸葛亮立刻向皇帝刘禅报告平定南中的详细经过。他谦逊地将功劳归于天子和将士们，没有丝毫骄傲。刘禅对此非常欣慰，对丞相更加信任。诸葛亮：臣信不辱使命，南中已定，皆赖陛下洪福与将士用命。刘禅：丞相功在社稷，朕心甚慰，一切依丞相之言行事。南中平定后，诸葛亮心中一直有个更大的目标：北伐中原，恢复汉室。他开始日夜筹划，召集文臣武将，共同商讨北伐大计，地图和兵书堆满了整个书房。诸葛亮：南中已定，今当率三军，北并中原，兴复汉室。姜维：丞相英明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，誓与曹魏一决高下。为了北伐，诸葛亮亲笔写下了名垂千古的《出师表》。这篇表文情真意切，字字珠玑，表达了他对先帝的感恩，对后主的忠心，以及北伐的决心，让人读了无不动容。刘禅读完《出师表》，
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他深知丞相的苦心和忠诚，毅然决然地批准了北伐的奏请，并将军国大事全权委托给诸葛亮。蜀汉的命运就此系于一人之身。刘禅，丞相忠心可见日月，朕心感动。北伐之事，全凭丞相决断。刘禅，蜀汉江山社稷就托付于丞相了。随着一声令下，蜀汉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出了成都，目标直指北方中原。旌旗蔽日，战鼓雷鸣，诸葛亮乘坐4轮车，意气风发地率领大军，开启了兴复汉室的宏大征程。诸葛亮，将士们，随我北伐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众将士，愿随丞相，一统天下。话说曹丕去世后，新登基的魏主曹睿坐镇洛阳城，心里头可一点也不踏实。他老是听说那蜀汉丞相诸葛亮正磨刀霍霍，准备大举北伐，整个朝廷上下都人心惶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曹睿，诸葛亮又要出兵了，朕心甚忧啊！臣子，陛下莫慌，我等定当竭力退敌。却说在蜀汉这边，诸葛亮经过几年休养生息，觉得时机成熟了。他召集众将，在汉中大殿上气势磅礴地宣布，要发动第一次北伐，讨伐曹魏，光复汉室江山。诸葛亮，众将听令，北伐曹魏，光复汉室，就在今日。众将，丞相英明，我等誓死效忠。当诸葛亮问谁愿当先锋时，只见一位白发老将精神抖擞地站了出来。没错，他就是常山赵子龙。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一身豪气不减当年，是要为国立功。诸葛亮，谁敢为先锋，破敌立功？赵云，老臣虽老，尚能饭否？愿为先锋，万死不辞。赵子龙领了先锋令，马上就整顿兵马，率领一支精锐部队，浩浩荡荡地从汉中出发，直指北魏。那气势简直就像一条龙要腾空而起，吓得敌人闻风丧胆。赵云，儿郎们，随我杀敌立功去也。赵子龙大军行进间，没想到前方来了一支魏军，领头的是西凉大将韩德。这韩德可不简单，身边还有4个儿子，个个都是勇猛将军，父子5人排开阵势，挡住了赵子龙的去路。韩德，来者何人？老夫韩德在此，休想过关。赵云，我乃常山赵子龙，尔等速速受死。战鼓一响，赵子龙一马当先，直接冲向韩德的阵营。韩德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自以为勇猛，竟然不知死活地率先冲了过来。只见赵子龙手起枪落，2枪就将他们兄弟俩刺于马下。韩德大儿子，老匹夫，看我取你性命！赵云，不自量力，纳命来吧。韩德见2个儿子瞬间毙命，心如刀绞。他那3儿子和4儿子见状更是红了一眼，挥舞兵器，怒吼着冲向赵子龙，是要为兄长报仇。可惜啊，他们面对的可是赵子龙，结果还是一样。韩德3儿子，狗贼，还我兄长命来！赵云，螳臂当车，不知死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韩德的4个儿子都魂归西天。韩德痛不欲生，怒发冲冠，提着刀就朝赵子龙砍去。
赵子龙轻描淡写地一躲，反手一枪，直接将韩德也挑落马下，父子5人全军覆没。韩德，吾儿啊，老夫与你拼了！赵云，汝等皆不过土鸡瓦狗。韩德父子被赵子龙一人斩杀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快传到了洛阳。曹睿听了，简直吓傻了眼，赶紧召集众臣商议。最后，他只得派出了曹真大将军，率领大军前去抵挡诸葛亮。曹睿，赵云竟如此勇猛，曹真，你速速领兵御敌。曹真，陛下放心，末将定不辱使命。诸葛亮早就算到曹真会来，他故意放出消息，设下疑兵之计，让曹真以为蜀军兵力分散，诱他冒进。这一招空城计的变种，让曹真摸不着头脑，白白耗费了许多精力。诸葛亮，曹真乃轻敌之人，此计可获之。就在曹真被诸葛亮的疑兵搞得晕头转向时，蜀军主力悄悄出动。他们兵不血刃，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凤凰山。这可是个军事重地，是进军关中的第一道门户啊！蜀将，禀丞相，凤凰山已然拿下。诸葛亮，善，下一步便是攻占岐山。紧接着，蜀军乘胜追击，右兵分2路，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岐山。这岐山栈道是进出蜀地的咽喉要道，魏军守将措手不及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岐山就这样落入了蜀军手中。蜀将，丞相神机妙算，岐山唾手可得。连下2城，诸葛亮马不停蹄，又派兵直取街亭。街亭地势险要，是魏国的交通要冲，一旦失守，曹真的大军补给线就完了。蜀军一鼓作气，将这座关键城池也收入囊中。诸葛亮，街亭一失，曹真必乱阵脚。曹真本以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，没想到短短时间内，凤凰山、岐山、街亭3座重要城池竟然都被诸葛亮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下了。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诸葛亮一步步扩大优势。曹真，可恶！诸葛亮竟如此狡猾，无计穷也。魏军各路人马本来还想着跟蜀军一决高下，结果却是连连失利。许多将领都搞不清楚状况，军心开始涣散。眼见局势不利，曹真只好下令撤退，暂避蜀军锋芒。魏将，将军，我军连连受挫，士气低落啊。曹真，传我军令，暂时撤退，重整旗鼓。诸葛亮看着地图，对众将解释自己的策略。他详细分析了魏军的弱点和地形的优势，让大家心服口服。他不仅是个智者，更是个能将全局尽收眼底的超级战略家。诸葛亮，此番进军，皆在吾预料之中也。蜀将，丞相神机妙算，我等佩服至极。蜀军出战告捷，连下3城，士气大振。将士们在营帐里庆祝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对未来胜利的憧憬。这第一次北伐开了个好头，给了大家极大的信心。蜀将，恭喜丞相，喜开得胜。士兵，我军威武，定能一统天下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将赵子龙的表现更是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他以一己之力力斩韩德父子5人，为蜀军扫清了障碍，证明了宝刀未老。他的勇猛再次成为了军中的传奇。诸葛亮，
此龙将军宝刀未老，天下无双也。士兵，赵将军威武，真乃虎威将军。远在洛阳的曹睿眼看曹真节节败退，心急如焚。他想来想去，最后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召回了曾经被贬斥的司马懿，希望这位智谋过人的将领能为魏国力挽狂澜。曹睿，非司马懿不能阻诸葛亮也，快派人召他回来。臣子，陛下圣明，司马懿定能解此危局。随着司马懿的归来，北伐的战局一下子变得更加复杂。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旷世奇才的对决即将拉开序幕，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呢？这场天下之争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旁白：究竟鹿死谁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话说诸葛亮准备北伐，跟刘禅说了好多策略。他心里想着，这时候不打仗，更待何时呢？大家看他这么有决心，都觉得超厉害的。诸葛亮：北伐时机已到，我愿为先锋。却说远在洛阳的魏国皇帝曹睿，听到诸葛亮要出兵，可急坏了。他心想，这孔明可是个狠角色，必须得想个办法对付他才行，不然江山不保啊。曹睿：诸葛亮此番出兵，定是来势汹汹，如何是好？没想到大将夏侯茂跳出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陛下别担心，孔明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愿领兵去挡他。”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但大家心里都有点替他捏把冷汗。夏侯茂：陛下放心，我愿为国分忧，必将诸葛亮击退。于是老臣王朗也跳出来，他觉得孔明虽然厉害，但他自己更厉害。他说：“我跟他认识很久了，我去劝他投降，保证不用打仗就能赢。”真是个老狐狸。王朗：老臣愿往阵前，凭3寸不烂之舌，劝退诸葛亮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诸葛亮的蜀汉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阵前，军容整齐，气势磅礴，战鼓声震天，旌旗蔽日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，魏军都看傻眼了。只见蜀军阵中，一辆4轮车缓缓驶出，诸葛亮坐在车上，羽扇纶巾，仙风道骨。他气定神闲地望着魏军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真是帅呆了。王朗一看诸葛亮出来了，立刻骑马冲上前，他用老学究的语气，大声对诸葛亮说：“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何必逆天而行？不如赶快投降吧。”王朗：诸葛村夫，安敢在此饶舌？速速投降，免遭杀戮。没想到诸葛亮听了，只是轻轻一笑，他把羽扇一挥，用响亮的声音反驳王朗：“你这老匹夫，只知道享受富贵，哪懂什么大义？你从来就没为国家做过好事。”诸葛亮：我原以为你这老匹夫尚有几分骨气，没想到如此昏聩。诸葛亮接着骂道：“你们曹魏集团本是奸贼篡汉，罪恶滔天。你王朗身为汉臣，不思匡扶正义，反而助纣为虐，真是数典忘祖，厚颜无耻。”诸葛亮：汝安敢在此与逆贼同谋，妄称天命，实乃国贼也。诸葛亮骂得越来越激烈，把王朗骂得狗血淋头，体无完肤。王朗本来想说服别人，
没想到反被骂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脸色发白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只见王朗气得从马上摔下来，嘴里吐血，就这样活活被诸葛亮骂死了。真是天下奇闻啊！魏军士兵看到这一幕，都吓傻了，没想到还有这种死法。魏军看到主将被骂死，士气大跌，乱作一团，赶紧掉头逃跑。诸葛亮看准时机，命令全军追击，战鼓声震天，喊杀声响彻山谷，气势如虹。诸葛亮：魏军已乱，全军追击，莫放走一人。在混乱的魏军中，有一位年轻将军特别显眼，他英勇无比，身手矫健，在乱军中来去自如，把蜀军的赵云都挡了下来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就是姜维。诸葛亮在后方看到姜维如此英勇，不禁赞叹：这年轻人真是个人才，武艺高强，智勇双全，日后定能成大器啊！他决定要想办法把姜维收为己用。诸葛亮：此乃奇才也，吾欲得之，为吾弟子。却说姜维的上司马尊看到诸葛亮想要姜维，心里很不爽。他怕姜维被抢走，也怕姜维立功，于是动了歪脑筋，打算设计陷害姜维，好让他被蜀军抓走。马尊：姜维此子，深得孔明赏识，若不除之，必成后患。诸葛亮得知马尊的心思，将计就计。他假装要攻打天水城，却故意让姜维知道，引诱姜维前来救援，然后设下埋伏，准备活捉姜维。诸葛亮：如此这般，姜维必入吾彀中矣。姜维果然中计，冲到天水城外，却发现城门紧闭，马尊根本不开门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，前后无援，心里又气又急，真是被坑惨了。姜维：马尊匹夫，竟敢如此陷害于我，可恶至极。这时候，诸葛亮带着大军出现了。他劝姜维说：“你主公已视你如仇敌，不如弃暗投明，为我大汉效力，岂不更好？”姜维听了，心里挣扎不已。诸葛亮：良久慕将军大才，何不归顺于我，共扶汉室？姜维被马尊背叛，又被诸葛亮说动，心灰意冷。他觉得魏国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了，于是下马跪地，向诸葛亮投降。这一刻，他决定了自己的新道路。姜维：丞相如此厚爱，姜维愿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诸葛亮看到姜维投降，心里高兴极了。他赶紧上前扶起姜维，说：“有了你，我的北伐大业就更有希望了。”从此，姜维成了诸葛亮最得意的门生。诸葛亮：我曰能来，乃天佑汉室也，吾得一必助矣。话说曹魏的孟达，他本来是刘备的部下，后来投降了曹丕。但曹睿即位后，对他越来越不信任。孟达心里七上八下，开始盘算着是不是该找个机会再换个主子。孟达：哎，这新皇帝对我总是不放心，我得替自己想条后路才行。部下：将军所言极是，不如早做打算。于是孟达偷偷派人送信给蜀汉丞相诸葛亮，表示自己愿意投诚，内应外合，攻取洛阳。诸葛亮收到信后，心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。孟达：去吧，务必把这封信送到诸葛丞相手中，
告诉他我的决心。使者遵命，属下定不入使命。诸葛亮收到孟达的书信，看了又看，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知道这是个险招，但若成功，对北伐大业将是莫大助益。诸葛亮，孟达此人确实值得一用，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。姜维，丞相高见，此计若成，可破洛阳。却说此时远在宛城的魏国大都督司马懿，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他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凭着敏锐的直觉，已经察觉到孟达可能会有异心。司马懿，孟达此人向来反复无常，久居外地恐生变故。部将，都督英明，我等也隐约听闻流言。司马懿立刻上奏魏主曹睿，说孟达有反叛的迹象，建议尽快出兵讨伐。没想到曹睿却觉得司马懿多虑了，不以为然。司马懿，陛下，孟达恐有异心，宜速发兵。曹睿，仲达多虑了，孟达哪有这胆子？我看他忠心得很。司马懿知道情况紧急，不容延误，他决定不等皇帝的批准，就下令三军日夜兼程，火速赶往新城，要给孟达一个措手不及。司马懿，军情紧急，不等圣旨了。三军听令，昼夜兼程，直扑新城。部将，遵命，都督英明。而此时的孟达还沉浸在自己的计划中，觉得司马懿远在千里之外，根本不可能这么快赶到。他自以为聪明，殊不知死期已近。孟达，司马懿远在宛城，等他收到消息再赶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部下，将军高见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。孟达在新城加紧准备响应诸葛亮。他召集部下，兴致勃勃地宣布起义计划，但他手下的申丹、申仪兄弟却面露难色，心怀鬼胎。孟达，待丞相大军一到，我们便里应外合，定能夺取洛阳。申丹，将军，此事可要三思啊。申仪，是啊，司马都督可不是一语之辈。没想到司马懿的军队行军速度简直是神速，他只用了8天时间，就从宛城急行军1000多里，奇迹般的抵达了新城城下，把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司马懿的军队像一道闪电呼啸而至，士兵们虽然疲惫，但纪律严明，战意高昂。司马懿策马在前，眼神锐利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。司马懿，将士们，再加把劲，新城就在眼前。士兵们，杀啊！当孟达听到司马懿的军队已经抵达城下的消息时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从天堂坠入地狱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整个计划全乱了套。孟达，什么？司马懿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这不可能！报信兵，将军，魏军已经兵临城下。司马懿不给孟达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大军很快就将新城团团围住。城楼上，孟达心急如焚，看着城外黑压压的魏军，知道大势已去。孟达，司马懿速度太快了，我完了。部下，将军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就在新城被围攻的危急万分之际，孟达手下的申丹、申仪兄弟却趁机发动了背叛。他们悄悄打开城门，将司马懿的军队放了进来。申丹，时机已到，打开城门，
迎司马都督进城。申疑，孟达这厮死期到了。魏军一涌而入，新城防线瞬间崩溃。混乱中，孟达被乱箭射杀，一代枭雄就此殒命。司马懿的闪电战漂亮地结束了这场叛乱。魏兵，孟达已死，孟达已死。司马懿，叛贼受首，传令大军稳定新城。却说诸葛亮这边正准备北伐大业，没想到西凉羌兵却趁虚而入，大举进攻蜀汉边境。羌王柯吴带兵来势汹汹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诸葛亮，羌兵来势汹汹，看来是想趁火打劫。姜维，丞相，边境告急，请速作部署。诸葛亮冷静分析，他看到天空飘着雪花，知道大雪将至。他灵机一动，决定利用这极寒的天气来对付不习惯蜀地严寒的羌兵。诸葛亮，呵呵，天助我也！这大雪便是我们破敌的利器。魏延，丞相妙计，末将愿领兵前往。果然，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，羌兵们不习惯如此严寒，冻得手脚僵硬，士气低落，许多人甚至冻伤，战斗力大大减弱。羌兵，哎呀，这鬼天气，快把我们冻死了！羌将，将士们坚持住，别让蜀兵小看了我们。就在羌兵最疲惫、最寒冷的时候，诸葛亮率领蜀军发起了猛烈突袭。蜀军士兵身着厚衣，精神抖擞，趁着夜色在雪地中发起冲锋，杀得羌兵措手不及。蜀兵，杀啊！为丞相而战。诸葛亮，将士们，速战速决，莫让敌人逃脱。寒冷加上突袭，羌兵兵败如山倒，他们被杀得人仰马翻，死伤惨重。羌王柯吴狼狈逃窜，蜀汉边境转危为安。诸葛亮再次展现了他的神机妙算。羌兵，快逃啊！蜀兵太厉害了。柯吴，我们撤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大胜归来的诸葛亮随后听说了司马懿闪电般擒杀孟达的消息，他不禁感叹道：司马懿果然是个厉害角色，用兵神速，不愧是曹魏的栋梁啊。诸葛亮，司马懿用兵神速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此人乃我平生劲敌啊。姜维，丞相智勇双全，定能胜之。话说诸葛亮正指挥蜀汉大军北伐，他看着地图，眉头深锁。他知道要深入中原，街亭这个地方是个兵家必争的要地，绝对不能失守啊。没想到这时参军马谡跑了出来，拍胸脯说他能守住街亭。诸葛亮虽然有点犹豫，觉得马谡光说不练，但马谡保证他若守不住，愿受军法处置。马谡，丞相大人，街亭这点小地方，我马谡去守，万无一失。诸葛亮，街亭乃要地，你虽熟读兵书，但实战经验不足啊。诸葛亮看马谡这么坚持，只好答应。他再三叮嘱马谡，务必要在城里安营扎寨，依山傍水，千万别跑去山上，这可是攸关战局的关键啊。诸葛亮，切记，到街亭后，务必依山傍水安营，不可上山驻扎，这是军令。马谡，丞相放心，我自有妙计，一定不负所托。
马谡带着副将王平抵达街亭，看到群山环绕的地形，他心想：哇，这山头这么高，视野这么好，肯定要站山顶才能打胜仗啊！完全把丞相的叮咛抛诸脑后了。马谡看这地形，险峻无比，若占据山顶，可俯视敌人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王平是个老实人，他一看马谡的决定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赶紧劝说马将军：“丞相可是交代过要守城，不要上山的啊，这样很危险的。”王平将军，丞相千叮万嘱，要我们扎营城中，依水为守，绝不可上山啊。马谡听了王平的话，不以为然，反而觉得王平胆小，不懂兵法。他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兵法讲究居高临下，这才是取胜之道。”还把王平骂了一顿。马谡：“哼，你懂什么兵法？兵法云居高临下，我在山顶，敌人如何攻上来？”王平：“将军三思，若敌军断绝水源，我们将进退两难啊。”却说曹魏大都督司马懿带着大军也来到了街亭，他远远就看到蜀军把营寨扎在山上，不禁大笑起来。马谡这小子果然是个纸上谈兵的。司马懿：“哈，看来诸葛亮是老糊涂了，竟派这等乳臭未干的小儿来守街亭。”司马懿是个老狐狸，他立刻看出马谡的错误。他下令大军围住山头，再派人切断山下的水源。蜀军困在山上，这下连喝水都成问题了。司马懿：“传我军令，立刻围山，断绝蜀军水源，不出3日，马谡必败。”没想到司马懿这招果然厉害，蜀军在山上被困了几天，水喝光了，士气低落，人人自危。马谡这下才后悔莫及，但他已经无计可施了。蜀军士兵：“将军，我们快撑不住了，水都喝完了，大家都要渴死了。”蜀军士兵：“后悔没听王将军的话，现在如何是好啊？”眼看大势已去，王平带着少数人马拼命想要冲出去找水，也想为马谡争取一线生机。但魏军人多势众，他们根本冲不破重围。王平：“弟兄们，跟着我冲出去，为将军也为自己，拼了！”司马懿见时机成熟，下令总攻。蜀军困乏交加，哪里是魏军的对手？顿时溃不成军。马谡在混乱中狼狈逃窜，街亭彻底失守了。魏军将领：“杀啊！蜀军已是强弩之末，全军压上，活捉马谡。”却说诸葛亮在后方听到街亭失守的消息，气得差点吐血。他知道马谡不听劝告，肯定是在山上犯了错，现在大局已定，悔之晚矣。诸葛亮：“马谡啊马谡，我再三叮嘱，你为何不听？街亭一失，我军危矣。”诸葛亮当机立断，知道街亭一失，战线危急，必须立刻撤退，保全主力。他迅速调动部队，准备撤回汉中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诸葛亮传令三军立刻收拾行装，准备撤兵，务必保持秩序，不可慌乱。司马懿攻下街亭后，信心大增，以为蜀军已无力抵抗。他命令大军马不停蹄，直奔西城而来，想趁胜追击，彻底击溃诸葛亮。司马懿：“诸葛亮已是丧家之犬，全军加速行军，务必将其赶尽杀绝。”却说诸葛亮带着少数部队撤到西城，
这时城里兵力空虚，只有一些老弱残兵，情势十分危急。他知道司马懿马上就要到了，急得他来回踱步。诸葛亮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策。他命令打开城门，让士兵扮成老百姓洒水扫地，自己则登上城楼，悠闲地弹起琴来。诸葛亮将城门大开，所有旗帜藏好，兵士扮作百姓洒扫，我自去城楼抚琴。司马懿的大军浩浩荡荡来到西城下，却看到城门大开，诸葛亮独自坐在城楼上，神色自若地弹琴，周围只有几个老兵扫地。这景象让他吓了一跳。司马懿，奇怪，城门大开，诸葛亮竟如此镇定，难道城中有埋伏？司马懿疑心病重，他心想，诸葛亮向来谨慎，此番定有诡计。他越看越觉得这是个陷阱，不敢冒险，于是下令大军撤退。司马懿，诸葛亮从不冒险，此举定是诱敌之计。传令，全军立刻撤退。魏军走远后，蜀军将士们才松了一口气，赶紧上前询问。诸葛亮笑着解释，这就是空城计啊。司马懿多疑，料定他不敢轻易进城。诸葛亮，司马懿生性多疑，见我如此镇定，必以为城中有伏兵，故不敢进攻。将士，丞相神机妙算，真是令人佩服。虽然街亭是丢了，但诸葛亮以一己之力，用空城计保住了西城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。而马谡呢，他因违抗军令，最终被诸葛亮挥泪斩首，真是令人惋惜啊。旁白：街亭虽失，但西城却保住了。马谡终因失职，被挥泪斩首，留下千古遗憾。